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好，怎么节目一开始就灿叔叹气了？已经年底了，感觉今年又没钱过年了。没钱过，有这么惨吗？好，何出此言？对，那其实这个大叔中文每一次到了年底都要复盘一下。那我们刚刚大叔们讨论了一下越想啊，悲从中来。命途多舛。为什么悲从中来呢？Ben叔，你觉得为什么我们有一点伤心？就是原来做计划的时候就看那个增长率，预计今年应该会破这个3万粉丝，不是10万，那有点那个夸张了。就是应该正常的话应该破3万没问题，但现在好像才2万出头的样子吧，就是订阅者还不是很多，2万2。然后我们刚刚讨论到这里，大家都头低低的。然后不想录了，没有意思，士气涣散。然后不过呢，我们当然今天还是要做一集今年的一个复盘，然后回顾一下。不过在回顾之前呢，我们也来研究一下好了，为什么大叔中文的成长堪忧呢？对呀，我们都做了100多期了呀，真的已经对耶，已经做了2年多了，对吧？我这2天其实有那个看我们前几期的视频，就是觉得前几期的视频就是嘉宾的状态很放松，因为比如可人老师是第4期来的嘛，对，好像是不是我们第一个嘉宾呢？第一个嘉宾，然后你就是我看那一期就特别逗，就可人老师就是觉得可能他心想。这个频道可能也没有100个订阅者，我也不需要，他就放开了，太在乎，所以他第一他聊的时候很放开的聊，比如你看他好像刚起床，然后后面还有他的被子，然后他也不收拾一边吃饭一边跟我们聊天，然后他就是聊的时候聊他的那个男朋友啊，还有童年，对，就是聊得很放得开，然后就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包袱，对。但是后来我们频道成长了之后，就是可人老师有包袱了。后来我看他后面的期的时候，会打扮的很端庄，他不只有包袱，他还有任务，他每回来推广他的那个教学法。对，所以就是感觉话题就是嘉宾就是因为。可能想到要推广一些东西，可能就收一点点了，就不会聊得那么开，所以那个内容程度上可能，当然那个可人老师聊的东西是非常非常有用的，我觉得对大家都很有帮助，学习法方面。但有时候我们了解可人，我们知道他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啊、八卦呀，我们可能也有时候想聊一些那个方面，但是可人老师可能就是会专注在那个比较专业的方面啊，对，所以可能那个精彩度上，就是那种惊喜度，那种特别让我们觉得很爆炸性的那种信息，可能就少了一点啊，我是这么想。是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大叔现在做2年多了啊，对，然后我们也做了100多集了，然后我们的这个播客形式也非常多。从这个采访嘉宾，然后我们现在还有盲盒单元，然后还有很多会员视频，然后我觉得其实蛮丰富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我们发现很多频道都有那种爆款视频，哇，一下10几万个浏览，我们看的真的是好羡慕，眼红、羡慕、嫉妒、恨，然后就是特别是恨，凭什么？对，然后就觉得说我们其实也花了很多苦心在这个频道上面。那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啦，也成长的还不错，但是就是没有爆款，所以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要聊聊为什么大叔总是没有办法红，大叔为什么没有爆款视频呢？我知道有一个原因我们3个太丑了。有道理，我们不可以把变叔拖下水。我们2个太丑，我们3个太老了。不是吧？我觉得肯定是有道理的。你说丑的有道理是不是？还是老的有道理？老的有道理。没有啊，就是肯定有的时候
可能不知道我们频道的人，首先就看到我们那个封面嘛。那这个封面的话，感觉就是三个不是大臭皮匠美女，也不是大帅哥，然后觉得这是个什么节目？可这是个啥能也没有。玩意？对啊，就是三个变态的节目，对，就可能如果还有就是我们聊的都是中文嘛，全中文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有的人看到我们的头像，然后就是终于有对3个老男人感兴趣的点进来人了，点进来之后发现哎听不懂不懂，说的是啥东西？然后又没有很多那个这个动特效态的这啊什么的种特效啊，或者是对剪辑的这种对场景切换呐，他们就嗯觉得可能看10秒钟就走了。那他对们走了之后，算法就觉得可能哎，这个视频应该是内容不吸引人吧？怎么来了这么点时间就走了？所以他就不推我们，可能有这个对原因。严格说起来，大叔中文的视频的确走朴素路线，比较没有花俏的特效或者是精美的剪辑是没有的，我们就是很有音乐真实的。啊，等等等等等等。哎，不对，那是音游记乐可能等一下，音乐连自己的音乐都会忘记了，对不对？那个好像是我们唯一有质感的一个东西吧？唯一有质感的东西还是我们的学生送我们的耶。对对啊，对所以嗯我们的质感的确不一是很穷二高啦。白。对，哎，对，所以不过我个人觉得大叔不红的原因，我觉得啦，不是我们不好，也不是我们不够专业，我们都是很专业的中文老师，我们做的那就是内容观众的问题喽。啊，不，我觉得这不是，哎，我是觉得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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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要说的说的就是观众你们，我要说的就是观众的问题，为什么？不是观众不好，而是大叔中文因为是全中文，然后语速比较快，对，然后有时候我们聊得快的话，我们就到母语者的速度之外，用语也会趋近于母语者的日常用语，所以难度上可能是不只是中了，是上，或者是高大上那种，对超高级观众的那个水平，中文水平可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对，还有就是我们做的内容是中高级的嘛，所以就对啊，我觉得中文又这么难，所以对，所以要花一些时间来对，所以到达我想们的门槛。到的，原因就是说，我们的对象是属于甚至不是中了哦，是高又偏高的那种水平的学生。那这样的学生，他可以选择的材料非常多，他不一定要选择大叔中文，他可以去看电视剧，看那些电视剧里的帅哥鲜肉，不是看我们这种老丑陋，对不对？老丑陋，就臭为什么要掉的肉妄自菲薄呢？啊，怎么回对，事？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高阶的学习者可以学习的材料其实非常多，然后他们可以选择听的，然后阅读的、看电视剧的各种形式都可以，甚至他有环境可以跟母语者聊天，他未必要选择我们，所以他未必要选择播客，对，然后选播客之后未必要选择我们，未必要选择3个男人的播客，对，然后未必要选择这种全中文主题，又可能稍微偏快或偏比较冷门的主题，所以就慢慢的筛选，10个变8个，8个变6个，6个变2个，然后我们现在订阅才只有2.2万这样，就是对，就是这样子，对，所以就是不是我们不好，也不是学生不好，就是我们选择这条路就要认命。对，还有就是我知道很多人爱我们，很喜欢我们，我们的粉丝都是很忠诚实的，对，可能就是有时候听完就走了，忘了点赞或者是留个评论。其实一个小小的赞和一个小小的评论，能在算法上帮我们推一推，让我们在那个搜索结果中稍微向前那么排几名，对吧？对啊，比如今天那个视频底下就可以刷起来，我们超爱你们的，千万不要放弃，这样啊，对，或一个爱心也好，对不对对？对。不过我觉得我们也不用灰心丧志了啊，因为就像Ben叔说的，虽然我们订阅没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那个质量是高的。我的意思是，
喜欢我们的学生跟观众们是真的非常喜欢我们。是的，所以我曾经看过有人说订阅高也不代表收入高，或者是对不代表喜爱度就真的很高。是的，因为虽然有的频道订阅比较少，但是它有很多死忠的这个粉丝。我觉得我们就是属于这一种订阅极低。这是然后极低，低到令人发指的地步。然后这个，但是呢，真的喜欢我们的粉丝就真的很喜欢。是这个我们3位大叔都真的很有感觉哦，就是很多学生真的非常非常支持我们，可能通过这个成为会员的方式，通过购买我们小店里的。小站里的大叔小站里面的大叔小店啊，大叔小店里面的自己店名都记不清楚。大叔小店里面的产品的，那有人是通过这个留言鼓励的，我觉得实质上的感受是很深的，就是的确粉丝们都很关心我们，也很支持我们。所以这点是感到很温馨、很温暖的。对。所以这个我们聊到说大叔为什么到现在订阅还那么低，还那么不红。那就是说也希望大家多多帮帮大叔啊，就是如果你身边有人在学中文的话，也可以把我们的频道推广出去。我们就是今年都快过了嘛，再怎么努力也是2.2万了啦，顶多2.3万差不多了。这个月12月过了2.3万了然后3万就要到3万就不可能了啦。那我们是有一点心情很低落，很沮丧但是一方面又觉得学生其实很支持我们，对，所以这里我们就是说不是你们的错，都是我们大叔不够努力。也没有啦，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也没有真的那么介意啦。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就是采取自然的心态，自然而然去发展。然后我觉得明年或许我们就会某一个视频就爆款了。那明年我们3位大叔为明年设定一个订阅目标好了，好不好？然后这个Ben叔先说，你觉得明年大概会多少？我觉得呀，我一般都是走那个保守路线，保守的路线。对啊，就是按照现在这个速度，应该是4万吧，我觉得。4万粉丝，就是明年12月的时候，明年年底的时候对，就是成长快要1倍左右那你还也不保守？那这个这不保守你你很会幻想没有啊，就是一般来说基数大了一点，那个就快，后面不会快一点点嘛？我是这么想的。好，4万各位同学都听到了Ben 的目标的梦想的期望4万。那战叔呢？你觉得？你们听过一个中文绕口令吗？4是4，10是10，10万。这个太经典，10万。对，这是什么逻辑？10万一个绕口令变成10万。对，10万的话我就拿着因为南方人的话4和10是一样的，10万。真的10万，我们3位大叔就要表演了，现场表演了。表演啥？10万就可以拿到那个脱衣舞没人看，10万马上变2万，10万就有那个 YouTube 的那个奖牌了，好像。对，有一个银牌，好像。有。那就到时放你的屋的后头了。那这样明年我们就可以拿到银牌了。我觉得啦，我这个人比较实际啦，你们2个都太爱幻想，我比较实际了。我觉得大叔明年只要能超越我自己频道的订阅数，你几万？我快要5万了。大叔现在多少了？我4万，哇，4.88万呢。那你明年你的频道就又更高了。对，很难超越，我觉得。我现在看大叔的订阅都是拿我的频道跟大叔比，但是基本上我们2个频道的订阅速度差不多。对，所以如果现在大叔订阅速度快，才有可能才可以超过你的频道。对，所以明年我的这个期望就是大叔中文的订阅超过我的频道。对，但是这样讲好像我很厉害，其实也没有，因为我的频道已经经营快6年了。大叔才2年多。所以其实速度上绝对比我的频道快。对，常说你的6年，你不难过吗？
我已经放弃了啦，我已经看开了。不过就像我刚刚说的，虽然我的频道经营6年还那么乏善可陈，然后那订阅数那么少，一直在增长了。但是我一直觉得很感动，而且我觉得很开心。为什么？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觉得一个频道不能只看订阅数，要看喜欢你的粉丝，然后真的忠心、诚心、全心的这个支持你的学生。我觉得我的频道很多这样的学生，他们都会，比如说我生日的时候都打赏嘛，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然后就会比如说有一些节日，他们都会想到我。然后包括会有一些什么超级感谢，我是走直播路线嘛，还有很多直播的时候也会打赏，然后我的会员已经有160几个了，所以就是我觉得虽然我订阅数少，浏览低的可怜，但是我觉得就是一路上都有这些粉丝支持我，所以让我可以每天做直播做得很开心。我真的像我昨天星期五都是我的频道是聊天直播，我昨天跟学生聊了2个小时耶，但是我本来想说20分钟就结束，结果聊了2个小时，但是我是非常非常开心的聊完，很累，但是很开心，因为每个学生都好像一本书一样，我都很想去翻开它，去了解他们。有的在非洲工作方式，有的可能是越南人，他到新加坡去工作，然后在新加坡又遇到了另外一个越南男人，然后又结婚生子，然后在新加坡生活了20年，我就觉得哇，这些人生经历真的让我觉得好想多聊一会儿。然后还有爱尔兰的那个小朋友叫伊莱，会弹钢琴，他每周都过去跟你聊，对吗？对，然后他还到中国去参加儿童汉语桥比赛，得了最佳才艺奖。然后他在中国就唱什么中国我爱你那种这首歌，然后他还去爬我爱你，他去爬长城，哇，我就觉得说这个感觉很棒。然后阿能在泰国努力的奋斗，阿能是缅甸人，可是他到泰国努力奋斗，然后还结婚了啊，就是阿能结婚了阿能结婚了，而且1-2年了。然后我们就所有同学都在直播劝他戒烟，他说现在有抽少一点了。就是你会觉得每一个学生，有的学生收听我的节目4年5年了，有的学生是可能才听几个月，但是一路走来，学生来来去去，但是你总觉得他们跟你的生活是在一起的。然后在这条平行的路上面，我们各自发生不同的事情，但是有一个平台让我们彼此交流，分享生活点滴。哇，我觉得真的，我想到这一点，我会不在意我的频道订阅数多少，浏览数多少，而是我真的觉得很有兴趣认识这些学生，然后参与他们的生活，他们也愿意分享生活让我听。所以我就觉得昨天聊2个小时，我觉得很值得。对，所以昨天学生有说老师你辛苦了，我其实听了就很感动，就觉得说其实我也不辛苦。他觉得我一个人跟那么多人聊了2个小时，我很辛苦，可是我觉得不辛苦，我觉得还蛮开心的。你的频道真的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因为我觉得很多学生可能好多天啊，或者甚至几个月他不去看你的频道，但是他知道如果他想看直播，他想看你跟其他同学聊天，或者他想跟你聊天的话，他知道总有那个茶书的那个频道，他可以加入啊，或者是去听一听。对，其实很多同学是已经没有听我的频道了，但是他私底下都会跟我传信息，私信我，就跟我分享他的生活。对，特别是疫情那段时间，因为没有办法去上课，所以大家都听我的这个直播课。所以那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们的以前老的铁粉都去哪里了？建国呀，还有这个那个。想不起来的吧？我们的铁粉就建国吧，你看那个 Sergio 啊，我在想他的中文名字乐文啊，对，还有以前就是常评论的一些人，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失落吧，就觉得以前常来，后来就是尼可嘞，尼可也不见了，尼可啊，对啊，不过有点
也不会遗憾啦，因为我觉得学生，我已经蛮习惯的，因为我频道做6年了，学生来来去去的。那倒也是。以前什么佩猪啦，那个好多 Laura 啦，他们以前疫情的时候每天都来听。对对对。因为这是唯一学中文的管道，那个时候。但是疫情过后，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了。然后大家都有自己的人生了，所以对我来说，我已经很习惯了。学生来来去去，有旧的学生有他的工作了、生活了，可能有家庭了。新的学生，有新的学生来递补，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个班级有不同的转学生，好像就真的你有一个班，然后这个学年过了，要跟学生说再见了，他们有自己的旅程，真的有自己的人生要去体验了。那我们总不能把他一直抓着。对不对？让他去体验人生，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那新的学生进来，就好像新的学生来了，来注册了哈，来跟你老师我来听课了，那就是那种感觉，又新的一个班了啊。我们就是陪伴大家中文成长的这个一部分吧，对，一个阶段，是大家学习中文的一个阶段，一个经历，蛮好的，其实是的。对，所以想到这一点，好像又觉得订阅啦，然后这个浏览啦，也没有那么很重要啦。但是没有关系了，因为我觉得我们做大树中文，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跟着学生一起体验这个学习中文的旅程。可能很痛苦、很辛苦、很不容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陪伴你们，用我们的专业，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节目来陪伴你们。其实我们内心。对，还有悲伤，怎么订阅数那么低？好来，但是人生本来就是这样起起伏伏的啊。我们的频道就像人生的缩影，对不对？起起伏伏的，有时候成长很快，有时候很慢。像我们订阅数已经比以前少了一半了，所以就是说起来又是伤心落泪啊。对，那所以我觉得虽然是。讨论大树中文的订阅数很惨，但是我觉得也是要在这里真的还是要感谢同学们的支持真的特别我们3位大叔也都很努力的在经营这个频道，所以我觉得有这些同学的支持，我们真的也才做得下去啦。说实话，对你看有的频道啊，那有的老师合作一下就解散了这种我们已经好很多了啊。对。还有就是想听听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视频吧，就我们往期的播客里边，大家对哪些主题你们觉得印象很深刻呀，或者特别喜欢，或者你们有哪些话题觉得想听大叔聊的，也可以就是告诉我们啊，是的，给我们一些想法。对，但是当然不要太具体的一个太冷门的一个这个话题，就是可能稍微就是大家都会有共鸣一些的这样的话题。或者以前做过什么样的主题，你觉得我们可以做个续集，可能那一集大叔聊的还不够多，不够深入，不够尽兴那我们可以做个续集的，也可以建议我们好，那我们聊到这儿，我觉得我们可以进入第2阶段了什么阶段？瞧你们怕的，瞧你们怕的，就是我们是回顾与展望嘛那我觉得回顾我们刚刚大概都提过了，就是我们当然就是希望在大树中文上继续努力。那都聊一聊好了吧？大家对大树中文有没有什么想法？回顾展望，比如说这1年来我们做了什么改变，然后你们心里有什么变化，或者是这1年来其实我们自己的人生可能也产生了一些改变。那你有什么期望回顾，或者对2025年的展望，不管是对频道还是对个人都可以聊。要选一个是吗？选回顾或展望都可以聊，都可以聊。对，好，我觉得变数跃跃欲试了啦。没有吧，我只是在问一下问题到底是什么。说吧，你开始吧，你开始的。回顾的话，我觉得今年我们比较大胆就开始创作这个成立了那个大叔小站嘛，然后小店还是小店啊？小店小店还是小站？小店就是我们有自己的网站，然后我们在网站里边有我们的小店。网站里在卖有很多的产品，对，然后那个我觉得茶树、菜树就是今年
就是特别灿叔先把这个站成立起来，这个背后有很多很多辛苦的过程。看来我一会儿要对分享一下喽，真的。对，这个就交给灿叔吧，因为灿叔这个对，变叔你可以聊你背后的这个聊你自己可以聊你的一趴个人的，对，嗯对，个人的一趴是吗？啊，我把灿叔都给抢了。你把灿叔抢了，灿叔在磨刀了，磨刀霍霍像笨叔，像猪羊。个人的话，我觉得大叔今年就是就是更就是回到我们3个人了啊。对之前的话对，我们找了很多嘉宾，就是跟嘉宾聊是有意思的，但是可能会失去我们3个那个对特色原本的比较默契的好玩的东西。嗯就等于说，因为我们要听嘉宾的故事嘛，然后我们又不想打断嘉宾很多，就我们3个可能就变成了一个旁听的人，然后我们3个之间那个互动啊，就是好玩的东西就少了一些。所以今年我觉得2024就是我们回归，然后就跟我们第1期一样，就是想到什么就聊什么，而且我们3个没有嘉宾的时候会非常的放松，然后聊的也就是没有禁忌。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因为有时候采访嘉宾，我有时候觉得不太确定嘉宾是不是一个好聊的人，可能我们录完了之后发现，这一期白录了，或者是其实很多同学都说，哎，你们怎么不多找嘉宾采访？各位同学，采访嘉宾心很累，因为有的嘉宾吐槽大会了吗？有的嘉宾真的很难聊，然后你问他10句，他才答你1句，然后你就会觉得心累。然后，所以各位同学，不是我们不满足你们的愿望，而是采访嘉宾、找嘉宾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也找了一些嘉宾，被拒绝的也蛮多的。对，而且大家有些人还提议说，你们可以找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呢。我们大叔又没有什么人脉，哪来的普通那么多人可以聊？不是很好找，对啊，对，这就靠你们了啊！把我们做大做强啊！而且我们都通常必须确定这个人好不好聊。对，各行各业的人当然可以找，但是他们不一定是擅长聊天的人。对，他们不一定能够真的很细节的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那可能找他也没有用，因为讲不出什么东西出来。所以采访嘉宾真的不容易，采访不容易，找也很不容易，找到适合的也不容易。对，好，Ben叔你继续。我继续。好，对。那展望的话，我觉得就是还展望啊，没有展望，我还没有想到。你不是要4万吗？对啊，展望就是除了粉丝增长以外，可能就是就是我们一直在探索吧，在尝试不同的内容啊，就是可能看看有没有找到一个新的，让大在这个播客的这个框架里边啊，这个能不能找到一个新的突破，或者找到一个像盲盒啊，我们今年找到盲盒这条路线，所以会不会找到其他的一些让我们3个很好的发挥的一种形式，对内容。是的。对，讲完了吗？讲完了啊。对，不过因为Ben叔现在有工作，对，所以就是会比较辛苦，就是一边要做大叔，一边又要做就是忙工作的事情。Ben叔，我还是想问你，工作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展望或回顾？你自己工作这方面啊，自己啊，自己的话，现在就是真的感觉就是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啊。对，然后自己就是因为在教中文的话，还是觉得自己游刃有余啊，就觉得是自己擅长的东西。但是现在突然到了这个游戏的这个行业，然后在这个行业里边，就是要接受自己的普通，接受自己的小白的这个什么都不懂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这2个月成长得很快啊，对，就是我需要在那边迅速的适应，迅速的学会，迅速的掌握那边的
我需要的一些技巧和经验，然后我才能够那边如果工作更有效率了，我才会有更多的时间去投入在大叔里边。对对对，所以现在的阶段还是感觉事情开始慢慢的在我的掌控之中，但是有时候突然会就是要学，就是不得不去学新的东西，就会感觉那边给我的这个压力蛮大的，因为我毕竟才开始2个月嘛。对，但是感觉明年上半年就是会慢慢的变好，我会觉得我会那边游刃有余之后会更容易的驾驭两边的工作对就慢慢来吧。这个对Ben叔是很不容易了，很大一个挑战了。其实我本来是一个这个高高在上的专业的这个中文老师，突然跌落谷底，跌落神坛，跌落神坛，变成一个普通的游戏界的小白。对，这个我觉得在心理的调试上是很不容易的。是的，是的，对所以但是我很喜欢这种从下往上爬的感觉，攀登的过程。像有时候老板找我谈话，我就觉得，哎，是不是要批评我的时候，然后他说Ben，你做的不错，我觉得我给你的东西我可以放心，然后我一直找这样的人。然后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这个含泪，眼眶就红了，就含泪。然后老板，你怎么了？但因为那一刻，我觉得他肯定是觉得我效率慢，或者是做什么东西还没做好然后没想到他告诉我这样的话，就是还让我挺感动的，就是觉得就是还在学习中，但是突然给我这个肯定。一般他都是说你怎么这个不懂那个不懂，然后他每次老板问我你玩过这个游戏吗？我说没有。你玩过那个游戏吗？没有。他想给我找例子来给我解释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我完全是零空白，没有，对啊，完全空白的情况。但是现在开始就觉得他给我的工作我能够做出来一些东西，所以还是挺有成就感。对，而且笨叔很精细，他其实做工作我觉得其实很能做到人们想要的要求的那个点上。但是因为刚开始，所以我可能会加班去做这些东西。不是加班是犯法的吗？怎么会？对啊，但是就是为了要熟悉这些，虽然老板告诉我不要加班，不要加班，但我为了能够提高自己的效率，肯定是得前期多加班，然后搞明白了，后面就效率能上来。求好心切了，我觉得这个卷是我们的天性，我们的天性就想要，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呢。对，你就是要卷，然后要求好心切，然后不要等到老板说，我们先做到那个是的，老板要的要求，对不对？对，就对自己的要求，对，没错。好，那灿叔嘞。回顾与展望，好，我来了，一把辛酸泪，难是荒唐点，就是觉得其实没有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当时我觉得今年确实是，你刚才在想吧？肯定我说的时候刚才在想，刚才在想，对，刚才在想的时候，其实脑子里也是一团浆糊，没有特别的清晰。我不过觉得今年让我有一点自我成长的感觉是怎么样？其实说实话。之前和你们两个做大叔中文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点点没有特别大的底气。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其实你们两个相对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中文老师，对不对？特别像笨叔高高在上的神坛级的跌落神坛，就是我突然进入这个中文教学界。其实我以前并没有教过中文，也不像茶叔这样是每天去教，他其实这个功夫已经磨得很好了，对不对？像我突然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我在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其实也是在摸爬滚打。但是我其实之前在剪视频的时候，发现自己比如说说话太快，口齿不清，有些时候没有完全以学生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等等。很多人都说灿叔这个速度太快了，听不清楚口音还重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但是今年我是觉得确实就是我慢慢的因为不断的剪视频，我确实能看到自己很多的缺点。当然我不是说我完全已经做好了，我是有意识的往这方面去走，而且我确实发现自己说话也能更清晰了，而且我是有这种目标感去做这个事情。现在也在毕竟花了4000大洋去上一个
有声书演播的课程。对，你刚才这段话就是说的节奏特别的好，特别适合那个观众，然后对，发音也特别清晰。对，你看我刻意，就你说完之后，我就贝叔不要再赞美参叔了，那尾巴都翘起来了，你看，耶，对。对，我也是，我现在说话是有节奏感的啊。好了，这是一点啊，就不说自己，就不说这个，说这个，说多了就是尾巴的翘上天了啊。对对对，但确实是今年回顾的话的，还做了一个这个大叔小店，对，大叔小店嘛，确实是前期也付出了很多时间精力去做这个事情，也是为我们大叔在开拓创新嘛，对不对？完全没有一个中文老师的频道去做这些事情啊，这个确实也是可能，我是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坐不住的这么一个人，就是你让我就循着的一条路，这样每天一步一步去走，这个不是我的性格，我会总想跳出来，想做点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大叔的这个频道的很多东西，其实我点子会比较多一点。虽然有时候可能太过发散，但是我觉得有些点适合去推一推，就像大叔小站一样，大叔小店一样，怎么回事？大叔小店一样。而且确实，我是觉得真的，今年我觉得对我自己最大的收获，其实是我觉得我终于像一个中文老师了，就是大叔小店里的这些书啊，就是我写的部分。就我写的部分真的是完全以学生的角度去考虑的，就是整体文字真的是适合中级学习者，基本上维持在3到4和 HSK 3到4、4到5这个级别里头，文字不会特别难。我觉得中级学习者的话，他很容易看进去，而且会觉得会有一些成就感。对，所以我基本上以这个状态、这个角度去考虑这个事情，包括后面去花了4天打烊啊，去学这个有声书的演播，也是这么一个目的。我觉得我不能糊弄观众们，不能糊弄学生们，他们需要听到比较正宗的、纯粹的，然后抑扬顿挫啊，这种有声书啊。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和茶叔考虑过用 AI 的，但是发现 AI 这个没得感情啊，然后就是不真实的，像不真实的中文。后来觉得还是需要用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声音，但是觉得自己对自己还不是特别满意，觉得有些，其实我这个声音条件在我们3个人里头已经算好的了啊，对，但是但是就是我对自己还是不是很满意，我觉得出来的状态还不是很好，而且所以我希望他做得更好一点点，所以这个就是整体的这方面的展望啊。另外这方面的回顾展望的话，其实我觉得10万。明年OK， 对，其实我是这样，我真的觉得之前也聊过，大叔中文给我非常大的感受就是踏实，就是真的是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们3个人这种小团体的这种感觉，真的让我很舒服。是以前你一个人在这个漆黑的旷野里头独自行走的时候，真的，凄风苦雨，哇，怎么现在讲话都自带音效啊？就3个人一起啊，大家拿个火把一起往前走就不怕了嘛，对不对？对。而且真的，因为说实话，我是真的觉得我们做这个大叔中文的状态，就真的像在黑夜中行走，你是看不到前路到底有什么东西的，完全两眼一抹黑。你有这个火把拿在手里，只能看到周边的这个状态是怎么样。或许可能我们要前往那个，比如说城堡也罢，或者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也罢，它或许就是我们在坚持一年或者2年就到了，或许半年就到了，或许要10年，谁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就是体现出3个人这种优势，就是能互相鼓劲，能带给我们更多坚持的力量。所以真的就是，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把自己频道都停了，现在开始做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从大叔这里汲取了这种能量。我觉得就是这种坚持不懈的这样一点点去做这种能量，所以我觉得有这么一种能量，然后有这么一种意识，其实我不是特别在乎它到底在哪个点突然能达到很高的高度，而是我是相信只要这样一步一步往前走，它总有一天能达到一定的高度，是能让我自己心满意足的高度，不一定是赚很多钱，但是它一定是，而且我是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是自己不断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以前的话
真的会觉得自己很多方面都不够好，而且不觉得自己有能力。但是正是因为大叔这个契机，让我觉得做好多事情我是有能力的。我现在就是虽然花了4000大洋就做这个事情，又提一下强调这个次，你这个重复了太多次了。就等一下这个频道下面就有同学会捐4000大洋，免得你又一直提了。对，我主要是想说，就是其实我在学这个东西的过程中，我又发现了，其实我是能做到的，特别是和我那些同学对比，发现我比他们厉害太多了，真的。就是我们真的真的，你们那个班里有一些其实那个演播不怎么样，大家都是小白，因为他们都没有花4000大洋，他们也花了4000大洋，他们也花了他们的4000大洋才能进去啊！你说你的同学学费，对，我以为你说以前的啊。其实就是我是觉得我这个能力感，很多时候真的是通过做自媒体，特别做大叔中文练出来的。就是面对这个很多人说话这种能力，还有这种表达的能力。以前我真的是一个说话怯怯懦懦的这种状态，而且口齿不清，而且就是一个南方人说话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也不想觉得自己口音也没有关系，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后面再改，我真的觉得有这么一个契机之后再改，然后我也找到方法，我觉得真的很多事情都能做成。而且现在通过这个大叔小店这个东西这些书之后，我也发现，因为我自己的这个写作才能确实是有的，因为我发现我开始写的时候，我确实就能把一个故事写得很完整，然后我自己还觉得挺惊喜的。出来之后，说只要我坐下来，我就能写出来。所以这个东西也带给我很多能量，就觉得我可能以后不止如此，不只是做一个中文老师，做一个媒体人，甚至以后这个真的能写出一些我自己想写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以后的展望，然后你这个自己打脸吗？展望，白学了，这4000大洋白学了啊，白花了，退费，就是这个，我是觉得真的有很多种可能性，而且这些可能性真的带给我很多对人生的这个憧憬和希望。我觉得不止如此，就是我们3个的人生也不止如此，肯定会有无限的可能。这个可能究竟往哪个方向去拓展，我们现在看不到，因为我们还在黑夜里行走，探索，对，还在探索。但是我觉得前途必定是光明的。好，太会说了，我天哪！对，我觉得你这个比喻用的也很多，就是比如拿着火把呀，然后向城堡行进啊，才子就是这样，就是你那个写故事肯定没问题的，没问题，大家可以看一看，必须去啊。对，茶叔，好，那这个我顺便讲自己的展望，顺便就结尾了好。对，其实我记得做大叔是现在2年多了，我记得最早灿叔找我们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的母亲是4月底的时候往生，然后过了大概1个月之后，就收到灿叔的邀请。是那个时间点吗？啊，对，那刚好是那个时候邀请我，刚好我的母亲往生了，我就不需要再照顾她了，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像天意吧。冥冥之中，对，我不需要再，因为如果是我在照顾母亲的，对，那我可能就不会答应，因为我可能没有时间，对，所以我的印象很深刻，就是或许我那个时候想，或许这是一个安排。那不管后续大叔有没有发展，就是有幸跟2位一起合作，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所以那个时候就抱着这个心态就做了。那我觉得做的这几年，真的觉得我的人生观就是这样啦，坚持下来，机会就是你的。不管在我的频道，或在我的生活，或者是在大叔中文，都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3个人在一起，然后秉持着这个坚持的功夫，我们也走了2年多了，我觉得也很不容易因为这条路上看到很多其他中文老师都拆伙了，只有我们还坚若磐石对，坚不可摧。对，然后这个兄弟同心嘛，其利断金，其利断金对不对？现在要多讲一点成语才可以拉高我们的水平对，我们不是文盲，对，我们是中文老师不是随便路上找来的对啊。那就是今年当然有最大的改变，就是大叔小店。那
我觉得我从小就很喜欢写东西啦，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梦想的实现，因为我觉得当你有空静静的坐在书桌前，然后回忆着一些你曾经想要写的书，那个感觉真的很美好，好像你以前从来觉得不可能实现的梦，突然有一天它不是梦了，它变成一个真实的情况。而且每一次当我自己坐在书桌前用电脑写作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另外一个我，处在那个书的内容剧情里面，然后我就沉浸在其中。然后有一些书是我小时候梦到的情节，天命四侠，对，赶快买哦，帮我贴出来，拜托。这本书销路蛮不好的，挺好的，还可以。我觉得我得做一期采访一下你们俩的那个创作的灵感哈，然后那个对，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然后我其实觉得对我来说，写书不只是写书，是实现我一个小时候的梦。但是是以一个现在大人的心境，跟现在所处的环境成熟的心态来写出我年少时的梦，还有一些理想。那个感觉我不晓得大家可不可以体会，或者曾不曾经历过。至少我觉得今年我经历过了，那个感觉真的很美好，很不一样。然后也觉得你边写那个笔尖流出来的那种思绪，不可能是笔尖，告诉你，是指尖流出来的这个思绪跟想法，你就会觉得像是以前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正在对谈，正在交流，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很特别的畅快感。对，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然后你能够把自己这种交流出来的这种很特别的感受利用文字传递给同学们，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很意想不到的一种接触跟交流，好像是在不只是平行宇宙了，这种已经超越宇宙的空间观念了，而是一种很抽象的思想交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感觉，包括学生也会给我们电子书有很多的意见。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脑力激荡，我个人非常喜欢，所以以后我们可能还会再写更多不一样主题的书，其实都是对年轻的我们一种复盘跟回顾。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畅快，很觉得我本来以前会以为这个不可能实现，但是现在通过大树中文实现了这个很特别的梦想，我就会觉得还有什么不可能实现呢？或者我会觉得订阅低流量低又怎么样呢？我的梦想已经实现了，我就会觉得这种是一个我甚至前2年我会觉得这是我妈妈的安排。真的，我前2年会这样觉得，就是我母亲刚往生那1-2年，刚好又接替这件事情，对，就是想让我踏上这个旅程。我甚至那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联想，然后这样的联想也让我会觉得安心许多。对，真的就是我的母亲的安排，然后她还在，然后她做了一些很特别的安排在我的人生中，所以我会把大树中文想成这是这一连串安排底下的一个过程，一个铺垫，是我母亲的一个铺垫吧。我这样想我也会觉得开心，然后想到大树中文，我会想到我的母亲也在这个剧情中，她或许是个推手，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这样想起来，我就会觉得其实做自媒体也是可以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然后可以甚至是一种不同时空的一个交流，或者是一个你对逝去亲人的怀念。我觉得这个种种的结合都会让我觉得做大树中文是很开心的事情。然后我也觉得很多人没有这样的体验，而我有了，我会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所以我会觉得今年我说实话，我的心境是非常平静、充实，然后充满实现感的。而我也相信这种感觉明年还会持续。然后随着我们创作的感觉越来越好，我觉得这种实现感会越来越强烈。那大家也不要小看这种实现感，因为很多人的成功跟对生活的满足感，就是来自于这些不同的这种成就感的铺垫。对，所以我觉得我明年
一定会想要延续这种感觉，去持续我的人生。然后包括我现在有做志愿者，我觉得我对未来的展望就是照着这样子冥冥中的安排，我就去努力的做，持续的做。因为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优点，但是我会持续的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是需要或对的事情，我就会持续做下去。可能这些事情不是很伟大，但是我一直觉得只要能够帮助几个人，我就做下去了。对，所以这个心态我会一直保留到明年，持续做下去。那不管有没有人看见，没有关系，我自己看得到、感受得到就好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本质上的不同了，就是我们的产品跟其他人的产品，就是你们两个是真的热爱写作，在你们像探叔以前工作的时候也自己偷偷写作，然后你们是有这个写作梦的，然后现在正好有大叔的观众，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你们知道你们写的故事会被看到，然后你们是热爱这件事情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写出来的故事也一定是跟其他的就是我们竞争者的这个书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他们这是啥玩意？对，也不要诋毁竞争对手，对，也没有那么夸张了，与众不同，跟他们与众不同，不同啊，对，好，那我觉得差不多，我们三位其实对我们也有不同的人生感受了啊，比如说Ben叔这个迎来了新工作，面临了许多挑战，那灿叔也一样，灿叔就还有家庭，然后还有自己的这个写作梦。然后现在又4000大洋的花出去了，对，花出去了，所以灿叔也要面对很多现实跟挑战啊，所以我觉得同学可能在查什么是大洋，大洋就是那个元，人民币元，对啊，4000人民币了，对。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叔的人生就像各位人生的缩影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要面临的挑战跟要学习的课题。所以也希望大家通过这一集想一想，明年你有什么新的展望？我要怎么达到我的目标？或者你的目标就是让自己快快乐乐的过生活，那也很好，没有关系。但是呢，我们就是希望大家通过大叔中文，大家去复盘一下，思考一下这些问题，然后你也想一下，你的梦想有没有实现？你的梦想在哪里？你还保持初心吗？我觉得我们三位大叔都保持初心，就是希望大叔中文带给大家快乐的学习的动力。好 ，OK， 那我们今天呢，3位都升华了那也希望在新的一年2025年，大家也继续陪伴大叔中文，对，然后不要错过我们的精彩播客，然后也记得我们的订阅才2.2万。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明年购买我们的电子书的时候，对明年我们回顾的时候，希望不再是像今天这种很哀伤很感叹这样子好 ，OK， 那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拜拜，拜拜。